一直许愿却无法显化，原来关键在这里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日复一日地许下同样的愿望，把渴望写在日记里，贴在墙上，甚至在心里反复默念。你相信吸引力法则的力量，也相信宇宙终究会回应自己的真心，但奇迹却始终迟迟未至，梦想仿佛总是隔着一层薄雾，看得见却触不到。有时你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的方法有问题？是不是显化这件事根本不属于自己？也许你真的很努力，也非常用心。你学会了感恩，练习冥想，持续写下清单。你把每一个愿望当成秘密珍藏，甚至为自己设计仪式，尽可能让心灵对其渴望的画面。可是，那份美好始终没有如期而至。你在一次次的期待与落空中，渐渐感到疲惫、沮丧，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我是不是注定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？事实上，愿望之所以无法显化，往往不是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宇宙不够仁慈。真正的关键常常隐藏在你许愿的状态里。许多人把许愿当成最后的希望，带着焦急、匮乏与恐惧，不断告诉宇宙：我需要，我必须，我不可以失去。于是，所有的许愿最终变成一种能量上的抓取与抗拒。你渴望改变现状，却在潜意识里放大了当下的不满与不安。吸引力法则的本质是你内在的能量状态。宇宙不是根据你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来决定要给你什么，而是根据你发出的频率。如果你在许愿时内心充满匮乏和恐惧，你所传递出去的就是我没有、我缺少、我不够好的讯息。宇宙会回应你的信念与情绪，而不是你表面的渴望。因此，真正的显化关键其实是在于你是怎么感受自己与愿望之间的距离。许多人以为只要许得够多、够诚恳，愿望总会成真。但他们忽略了，愿望实现的速度其实与你允许的程度有关。你是否真的相信自己配得拥有这一切？你是否能够在还没拥有之前就感受到喜悦与满足？你是否能够在等待的过程中安住在当下，而不是被焦虑与缺乏绑架？真正的显化从来不是等我有了，我就会快乐，而是我允许自己此刻就感受幸福。你越是抓紧愿望，越想要快速改变现状，就越容易陷入焦躁与不安，甚至对自己产生怀疑。宇宙总是在你放松的时候，才会把你需要的带到你面前。因为当你愿意放下非要不可的执着，能量才会开始流动。许愿是一种温柔的提醒，它让你知道自己的渴望，提醒你可以向宇宙索取美好，但它不是控制现实的工具。它需要你在渴望与放下之间找到平衡，需要你在等待的时候继续照顾自己的心灵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在重复许愿，却从未真正松手，也许你可以练习允许自己不再等候。不再等候愿望的实现，才有可能让显化自然而然的发生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如果我此刻什么都没有改变，我还愿意相信幸福吗？如果愿望从未实现，我还能爱自己、相信自己吗？这样的勇气其实才是真正打开显化之门的钥匙。因为当你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愿意专注于每一个当下的感受，你内在的能量会变得柔软、开放，也会变得更有吸引力。显化的奇迹总是发生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。当你停止强求，当你愿意安然与现实共处，当你能够感谢自己已经拥有的，而不是沉溺于缺少的时候，
你会发现世界也跟着改变了。你不需要用力地证明自己值得，也不需要再三重复你的愿望。你只需要温柔地相信，无论一切如何，宇宙都与你同在。你的内在若是平和，外在的丰盛也会慢慢流向你。所以，关键从来不是你有多会许愿，而是你能否在许愿之后选择相信，然后放下，然后继续好好的活着。那个真正懂得放下的人，总会最先迎来奇迹。愿你在每一次许愿之后，都能拥抱当下的自己，允许幸福在还没发生之前，先流进你的心里。因为最重要的，不是你许下了什么愿望，而是你愿意成为怎样的人，去迎接那些等待你的美好。如果你一直许愿却无法显化，也许只差一个念头的放下和一次温柔的允许。请相信，你值得拥有所有的幸福，只要你愿意相信自己，愿意和宇宙携手同行。你已经准备好，让美好发生。当你质疑显化法则时，内在其实在对抗什么？每当你在夜深人静时，开始怀疑显化法则，心里是不是会浮现一种莫名的失落与矛盾？也许你曾用尽全力练习显化，尝试调整信念，学习正念，感恩日常，甚至也见证过身边的人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。但轮到自己，却总觉得好像被命运刻意忽略了。你忍不住问自己，显化真的存在吗？是不是只有特定的人才有用？有时候，你甚至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慰自己的一场美梦。毕竟现实面前，许多努力与渴望都曾无声的落空。在怀疑与渴望之间来回摆荡，你逐渐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拉扯。渴望相信，却又害怕失望；渴望掌控，却又害怕面对未知的结果。这样的矛盾，不是你不够诚恳，也不是你没有天赋，而是每一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害怕相信的自己。这个自己，曾在成长过程中累积了太多质疑与防备。也许因为一次次愿望未果，也许因为曾经信任却受过伤。内心深处那股抗拒的能量，其实是你用来保护自己的一道无形屏障。当你开始怀疑显化法则，你的内在其实在对抗的，不只是世界的残酷，更多时候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，是对被拒绝与失败的恐惧。我们都害怕把希望寄托在看不见的力量上，却换来更深的失落。我们都害怕承认自己其实很渴望幸福，但如果承认了却又得不到，那种空洞与脆弱该怎么承受？于是，质疑就像一层盔甲，把自己包裹起来。看似是对外在世界的审慎，其实更是一种对内在伤痛的自我防卫。你以为质疑是理性，其实是灵魂最深的脆弱在呼救。有时候，我们甚至会因为不敢相信而主动证明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也许会想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，干脆就不要相信，这样至少不会再痛一次。但这样的否认，反而让内心的渴望越来越压抑，让自己失去了与宇宙合作的机会。真正的显化之路，从来不是强迫自己乐观或积极，而是敢于诚实面对所有的质疑与怀疑。你可以允许自己问，为什么我会这么害怕相信？我害怕的是什么？是失败，是丢脸，还是失去安全感？这些答案，每一个都值得你温柔以待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不再压抑怀疑，愿意去聆听内心深处的害怕，反而会慢慢看见，那些抗拒其实是渴望的另一种表现。你越是在乎的东西，越害怕得不到；你越是期待幸福，
越容易怀疑幸福是否真的会属于自己。内在的对抗是旧有信念与新生渴望的角力。一边是过去的经验告诉你别傻了，世界没有那么美好，一边则是灵魂深处那个依然相信奇迹的自己，悄悄地渴望一次全新的可能。这种冲突并不是错误，而是成长必经的过程。你可以允许两种声音同时存在，让自己在害怕里也能温柔地相信，在质疑中也保有一丝信任。也许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陪伴自己的疑问，不再逃避，不再责备，你对宇宙的信任会悄悄回来。你会变得更真实，更自在，也更能承接各种可能。那一刻，显化的力量才会重新流动，因为你不再为了证明对错而紧闭心门，而是开始学会在怀疑里与自己和解。每一份质疑都是灵魂的自我照顾。只要你不再害怕这份脆弱，愿意看见它，理解它，你会发现内在的对抗会慢慢转化为一种支持自己的力量。你开始明白，信任其实不是不曾害怕，而是在害怕里还是愿意前进。愿你在质疑与渴望的交界处，发现自己更多的勇气与柔软。愿你不再用质疑隔绝幸福，而是允许自己成为那个有能力相信，也能温柔照顾自己的灵魂。在这段旅程里，没有标准答案，也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只有越来越靠近自己的真诚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可以带着所有的怀疑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终有一天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被怀疑击倒的人，而是能在质疑里依然选择相信的人。你的显化卡住了吗？也许你需要温柔地放下执着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总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地许愿，也真的很渴望那个目标，却怎么也等不到显化的奇迹降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你的期待逐渐转为焦虑和失望，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或者这世界根本没有听见你的呼唤。我们都希望愿望能够如期实现，但现实总是带着自己的节奏，时快时慢，常常与我们内在的渴望错开。这时候，你是否也会开始变得执着，紧紧抓住那个愿望，害怕一旦放手，一切就会失去？执着是每一个在显化路上的人最容易遇到的课题。你不断提醒自己要相信，要努力，可是那份非得到不可的紧张感，却让你的能量变得僵硬而焦虑。你越是用力，心里反而越感到空虚，甚至变得容易失落。显化的路反而因为这份执着而卡住了。你或许会想，如果我不坚持，愿望怎么可能实现？是不是我太容易放弃了，才会一直失败？但其实，真正让你迟迟得不到愿望的，常常就是那一份抓得太紧的执念。当你一直盯着愿望看，不允许任何改变，不给宇宙留一点空间，你会错过许多来自宇宙的巧妙安排。你以为只要自己够努力，够执着，愿望终究会被感动。但宇宙却希望你能学会允许与信任。因为显化的奥义，从来不是掌控所有过程，而是相信自己的每一步都在正确的时间，正确的状态。执着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绳索，缠绕住你的能量，它让你无法呼吸，也让你的生命失去了流动的自由。你害怕失去，害怕落空，于是把愿望变成了对抗现实的武器。但每一次的强求，反而让你和宇宙的连结变得薄弱，让你错过了生命真正想给你的礼物。真正的放下，不是放弃愿望，更不是不在乎结果，
而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，允许自己先回到当下，允许宇宙用它最合适的节奏，带给你真正适合的一切。你可以轻声对自己说，我已经做得很好，现在我选择相信。放下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智慧。它让你从执着的牢笼中走出来，重新拥抱内心的平静。你不再把幸福寄托在某一个必须发生的事件上，而是学会在每一个呼吸里感受到已经存在的丰盛与爱。你可以问自己，如果这个愿望没有马上实现，我还能好好生活吗？我能不能允许幸福在别的形式里来到我身边？这样的自我对话会帮助你松开紧握的手，让你的能量重新变得柔软，开始流动。放下执着，并不意味着你不再渴望，相反的，它让你的渴望变得更纯粹、更强大。你不再是从缺乏出发，不再告诉宇宙我必须要有，否则我就不快乐，而是带着感恩和信任，对世界说，我愿意接纳一切来到我的生命。每一个愿望都是灵魂和宇宙之间的对话。你学会放下，不是因为不重要，而是你相信，真正属于你的美好终究会以最适合你的方式来到你身边。这份信任会让你与宇宙的关系更加亲密，也会让你的人生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有时候，显化卡住，正是宇宙给你的讯号。它提醒你，是时候放松肩膀，让心情轻盈。相信自己已经足够，已经做得很好。当你停止计较时间与形式，让愿望自由地在生命里流动，你会发现，世界其实早就悄悄为你准备好一切。愿你在等待显化的过程中，学会温柔地放下执着，用宽容和信任拥抱每一个当下。请相信，只要你肯相信宇宙，相信自己，所有的美好终会在最刚好的时刻走进你的生命。你只需要学会放下，然后静静等待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可以带着希望前进，也可以温柔地停下来歇一会儿。不需要着急，不需要逼迫自己，因为一切美好从你学会温柔放手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。显化不灵验，是不是忘了疗愈那些旧伤？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？明明已经尝试了各种显化方法，努力的许愿，练习感恩，调整心态，甚至一次次想象着梦想成真的画面，但现实却像一堵无形的墙，怎么也跨不过去。你开始质疑，是不是宇宙对你格外苛刻，还是自己的努力根本不够？每当这种时候，心里总是泛起阵阵无力感。你努力让自己变得积极、乐观，甚至学会不去在意结果，但每一次希望落空，都像是在心上划过一道细小的裂缝，久而久之，裂缝变成伤口，伤口变成深深的失落。你越是渴望，越怕再次受伤，于是你小心翼翼的许愿，也小心翼翼的防备失望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显化不灵验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也不是宇宙不够仁慈，而是你的内心还藏着许多未曾被疗愈的旧伤。这些旧伤像是无声的阴影，悄悄影响着你对生命的期待与信任。你可能在外表看起来乐观积极，心底却总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提醒，不要太相信，否则会更痛苦。那些曾经被否定、被拒绝、被忽略的经历，那些曾在成长路上受过的伤，在你想要幸福的时刻，都会悄悄浮现。你或许会问，过去的事真的会影响现在吗？其实，每一个还没被看见的伤口，
都像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。当你努力显化时，这些未被疗愈的故事会悄悄提醒你：小心，不要再相信太多，不要再爱得太深，不要再期待太大。这种自我保护虽然温柔，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筑起一道防火墙，阻挡了愿望的流动。疗愈旧伤，并不是要你忘记过去，而是要你学会和自己和解。你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，那时候的你真的很辛苦，你已经做得很好，现在的你有权利重新选择相信和幸福。这种接纳和陪伴会让内心变得柔软，也会让能量变得干净纯粹。你可以尝试闭上眼睛，回想过去那些让你感到痛苦或失落的时刻，不用批判自己，也不用催促自己马上放下，只是静静地陪伴当时的自己，给那个受伤的自己一点温暖和理解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正视这些过去的经历，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开始慢慢流动，心里的空间也因此变得宽敞许多。很多时候，显化不灵验，并不是因为愿望错了，而是你还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去承接幸福。你的内心深处或许还在等待一个肯定，等待你说一句，你值得被爱，你值得幸福。当你愿意疗愈那些旧伤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能量在悄悄改变。你开始相信好事真的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你也更愿意相信宇宙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不要责怪自己需要疗愈，也不要把过去的伤当成失败。这是每一个灵魂都会经历的过程。有些伤口也许需要很多年才能痊愈，有些伤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。但只要你愿意不再逃避，每一次看见，每一次拥抱，都是一次能量的进化。你可以练习在每天醒来时，给自己一个拥抱，告诉自己，我愿意相信，愿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你也可以在每一次失落时，提醒自己，现在的我已经和过去不一样。这些微小的改变会慢慢累积成强大的力量，让你有勇气敞开心房，迎接新的幸福。愿你不再害怕疗愈，也不再因为过去而怀疑未来。你值得拥有美好，值得被爱，值得一切你梦想的幸福。宇宙没有要你完美，它只希望你愿意相信自己，照顾自己。当你愿意疗愈旧伤，宇宙就会用它自己的方式回应你的信任与勇气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可以带着过去的伤继续往前，也可以在每一次疗愈里慢慢长出新的力量。终有一天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显化奇迹，其实就是你重新相信自己的那一刻。你渴望的美好，为什么总是迟到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自己总是在渴望里等待？明明很努力的生活，很认真的许愿，每一次新月都许下相同的梦想。你尝试用各种方式靠近幸福，努力练习吸引力法则，感恩、正念，甚至调整自己的能量和心态。可是，那些你渴望的美好，却总是在你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才姗姗来迟。你会不会疑惑，为什么美好总是迟到一步？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，现实却那么沉默？你不是没有努力，也不是不够相信。你也曾经信心满满地许愿，期待生命为你带来奇迹。但每一次等待的过程，却让你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孤单和无力。有时候你甚至怀疑自己的愿望是不是太贪心，是不是宇宙根本不打算理会自己。你学会了理智地说服自己，也许不是时候，也许还要再等等。但你心里的渴望仍然悄悄地哭泣。
他希望被回应、被看见、被拥抱。很多时候，渴望的美好之所以迟到，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够，而是生命想要你在等待的过程里看见更多。美好来得慢，是为了让你先拥有承接幸福的力量。在你准备好之前，宇宙其实一直在为你铺路，只是这条路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漫长和寂寞。你可曾细细感受，当你一心等待美好降临时，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子？是焦虑、紧绷，还是期待里带着一丝不安？你是否把所有的幸福寄托在那个未来的某一天？你告诉自己，等我有了爱情，我就会快乐；等我财务自由，我就可以安心；等我梦想实现，我才会真正幸福。但事实上，宇宙从来没有要你用等待来证明自己值得幸福。它更希望你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发现原来幸福不是结果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你愿意拥抱当下、信任生命、照顾自己的状态。当你把焦点从结果拉回到此刻，当你开始为已经拥有的感恩，当你愿意在还没有得到时先学会爱自己，那份美好才会悄悄靠近你。你渴望的美好之所以迟到，也许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全心全意的接收。你或许还带着一点害怕，害怕幸福会消失，害怕拥有以后要承担更多责任，害怕太幸福会遭来嫉妒或失去。你对未来的期待里，藏着许多对未知的恐惧和不安。于是你一边渴望，一边自我设限，内心的频率就在这种矛盾里变得不稳定，显化的力量也因此慢慢停滞。其实，宇宙从来没有遗忘你的愿望，它总是在你学会温柔对待自己，在你愿意全然敞开心房的那一刻，才把美好送到你手中。你必须先成为能够承接幸福的人，幸福才不会成为一场短暂的过客。等待的过程是灵魂成长的阶梯，也是你和自己和解的旅程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真的准备好迎接美好了吗？我愿意让幸福流进我的生活，哪怕这会带来新的改变与挑战吗？我能不能相信，即使现在还没有拥有，我依然是完整而值得被爱的？这样的提问会让你看见自己过去忽略的情绪和信念。你会发现自己原来也会害怕幸福来得太快、太猛烈。你会慢慢学会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学会在等待中安住自己，让幸福不再是一场遥不可及的追逐，而是一场当下就可以展开的体验。当你不再把美好放在远方，而是选择在每一个日常片刻练习感恩、练习信任，宇宙就会用你最需要的方式，悄悄回应你的渴望。有时候，美好之所以迟到，只是想让你在等待中学会柔软，学会相信自己，学会爱上这个还没实现愿望的自己。你并不孤单，也并不失败，你只是走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，慢慢酝酿着可以盛装幸福的力量。你的渴望正在被倾听，你的努力正在被记录。所有的迟到都是为了让你与幸福的相遇变得更值得期待。愿你在每一个还没实现的愿望里，都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温柔，都能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美好在路上，我已经足够。因为当你准备好了，所有的幸福都会在最刚好的时刻如约而至。愿望是一场相信的旅程，你可以带着期盼继续前进，也可以在每一个等待的片刻里好好拥抱自己。终有一天，你会明白，美好从不迟到，也不会早到，它只是在等你准备好与幸福相遇的那一刻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